舅舅，今天我们做什么呀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金瓜白糖糕，这是网友点餐，他做过舅舅的传统白糖糕，觉得口味不错，希望舅舅可以做个金瓜口味的，多加了金瓜，食谱与做法都要另做调整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跟着舅舅一起来。来吧，马上开始，锅子里倒入清水300毫升，金瓜100克，切成小块状，加入斑斓叶5片，增添香味。盖好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转小火，多煮个15分钟。即溶酵母1小匙，加少许白糖，加入2大匙清水，拌匀后搁置一旁，待酵母醒发。料理盆内倒入粘米粉250克，白糖150克。清水200毫升，一起拌匀。粘米粉属淀粉类，很容易就拌匀了，不会有结干粉粒的问题。拌匀后搁置一旁待用。这是煮了15分钟后的金瓜，用只筷子测试熟度。金瓜够软烂后就可以离火，全部过筛，再将金瓜捣烂。再将金瓜与水拌匀。拌匀后的金瓜水共300毫升，趁热全部倒入预先备好的米浆内，边倒入边拌匀。拌匀后的米浆捧在手上是有点温热的，约40摄氏度，非常适合米浆发酵。这是醒发后的酵母，全部加入米浆内，继续发酵。此时的米浆约40摄氏度左右，非常有利酵母继续发酵。温度高，发酵后容易变酸；温度太低，又发酵不起。接着用保鲜纸裹好，静置一旁，继续发酵2个小时。现在室温30度左右。在米浆发酵2个小时后，蒸锅用大火煮开1锅水。取出一个直径9寸圆模，涂上一层薄油，方便成品脱模。接着再将模具放入蒸格内，预热3分钟。这是发酵了2小时的米浆，表面布满了小气泡，说明发酵成功。加一点盐，除了可以中和糖的甜度，成品也比较不腻，不粘手。1小匙泡打粉，让整个发酵更稳定。加入1大匙食用油，一般味道清淡的食用油都可用，油不要多，一点保持膏体湿润就好，油多了不好吃。拌匀后的金瓜米浆，过筛倒入蒸热后的模具内。这能确保成品更细致，也可以避免米浆四溅。盖好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将锅盖掀开。刚出炉的金瓜白糖糕温度很高，表面会有点黏，多搁置个10分钟。用锅里水的热气蒸一蒸，加速散发糕体表面水分。将糕取出，静置个2到3个小时，冷却后即可切件。用刮刀沿着模具内壁刮一圈，再将成品倒扣，轻易就能取出。成品金灿灿，色泽漂亮，软润又不粘手，还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米香味。您可以随个人喜欢切件，方形、棱形都可以，大小随意。舅舅今天切成8件。舅舅这食谱配上9寸圆模，成品有4公分高，成品厚一点会比较好看。成品软润
绵密又不粘牙，因为发酵得很成功，内部呈现出一丝丝的鱼翅纹，这是制作白糖糕的基本要求。因为发酵到位，膏体膨发，加上没有酵母酸味，真的很好吃，入口柔软 Q 弹，兼具韧性与轻盈，甜度适中，加上是用酵母发酵，所以带一股天然发酵的风味特征。香气方面，米香与淡淡的金瓜香交织，整体风味干净克制，不腻不沾，简单却富有层次，适合作为茶点细细品味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颠覆传统，做个很好吃的斑斓芋头碱水糕。这还要感谢网友珍姐不吝分享，大方提供食谱，舅舅今天才有机会与大家分享这么创新又如此美味的碱水糕。这糕点做法简易，用料也简单，成品好，效果软韧 Q 弹，喜欢。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做起来，或者将这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尝试一下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是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将8片重约50克斑斓叶剪细，这斑斓叶多或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倒入搅拌器中，加入清水500毫升，搅拌后取汁。将搅拌后的斑斓叶过滤去渣，取出500克备用。料理盆中倒入400克粘米粉，台湾的朋友可以用再来米粉替代，40克木薯粉，1小匙盐，这盐的分量可随自家口味调整。接着将沥过后的500克斑斓汁倒入，边倒入边拌匀。粘米粉属于淀粉类，轻易就能拌匀，而且还不会结粉疙瘩。兜一兜，拌一拌，很轻松就能拌好。接下来将预先备好的15克食用碱水加入，舅舅用的这瓶装碱水，一般杂货店都能买到。只是分量必须要用的恰好，量加多了成品会苦，而且碱味重；少了成品韧性又不够，口感不对。将拌匀后的米浆过筛，这会更细致一些。米浆化得不错，筛里没有残留食材，将米浆先搁置一旁待用。去皮后的芋头净重160克，先切成薄片，每片厚度约2至3毫米，接着再切成条状，最后改刀切成丁。一整年就属这时候的芋头最松化好吃，所以每年这时候舅舅最喜欢做芋头料理了。好吃呀！这芋头颗粒不要切得太大，蒸熟的碱水糕才不会感觉突兀。切好后的芋头静置备用。备好一个9寸方模，在内部垫上一层烘焙纸，这是可重复性使用的烘焙纸。静置备用。锅内倒入800毫升清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将水煮开。水开后，将炉调至低火，再将拌匀后的米浆小量慢慢倒入锅中，边倒入边用货铲搅拌，让锅内的米浆均匀受热。制作碱水糕，此环节不能省略，米浆唯有经过这煮熟环节，蒸熟的成品才会足够软韧。就这样一直保持低火不停搅动，每一次都尽可能底部翻起，这样才能避免糊底。随着温度升高，锅里的米浆越来越浓稠，这时候再将芋头倒入，继续拌煮，将芋头与米糊一起拌匀。这要拌煮到什么时候呢？好问题，一直拌至视频见到这状态，
比较具体的说法是米糊挂勺，勺起米糊不会留下即可。这时可将面糊离火，全部倒入预先备好的方模内。再用刮板将糕面整平，这糕面尽量要抹平一些，蒸熟后的糕体表面才会平整。锅内倒入足够水量，就这里共倒入2公升，放好蒸格，将糕生坯，用力震几下，将糕体震实。冷水上锅，大火蒸1小时，建中注意锅里水量，锅里若水干了可以适量再加。时间到熄火，若时间允许，这碱水糕多蒸个15或20分钟也行，蒸越久成品也会更 Q 润一些。成品离火致凉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晚安。经过了1个晚上，一早舅来做个椰糖浆，锅里倒入130毫升清水，80克白糖，中火煮开，半小时盐，这也很重要，除了中和糖的甜度，也可以解腻，不能不加。4片斑斓叶。对了，远在欧美偏寒冷一带的网友常面对找不到斑斓叶的问题，您可以将此食谱内的斑斓叶用量全部去掉，完成后的成品就是原味的，也很好吃。在白糖煮化后，才将200克黑糖加入，黑糖后面才加入，主要是这黑糖煮久了会变酸，这糖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这黑糖用量不多也不贵，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质地较好、包装上比较卫生的。煮至黑糖化开后，再将1小包装200毫升椰奶加入，拌匀，煮至糖浆一沸腾，立马离火。这椰奶不要煮久，避免出油。也可以在这时候用玉米粉勾个芡，让完成后的糖浆浓稠一些。舅比较喜欢稀一点的，所以就不勾芡了。糖浆一沸腾，立马离火，过筛。温馨提醒大家，这糖浆糖的用量已经减至最低，也不太甜了，千万别再减糖了。这是切件后的斑斓芋头碱水糕，舅抖一抖，让大家感受它的软韧性，真的很 Q 韧。冷却后碱水糕必须足够软韧才算成功，切一小片在掌心轻轻推揉，它是不会轻易化开的，可以任您肆意抖动也不会变形。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分享她的成品时，最喜欢切一片树立于掌心，抖动并骄傲地告诉我们，成功的碱水糕就应该是这个模样，柔软并保留一定的韧性。今天我也想骄傲地告诉妈妈，您的孩子也做到了，而且是在硼砂倍镜的条件下，效果上也非常接近了。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是的，尤其是蘸上这椰糖浆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对了，今天这食谱比较适合这个吃法，因为添加了斑斓味的关系，比较偏向于吃甜点。如果有想蘸着卤肉汁享用的朋友，斑斓叶就不要加了。谢谢珍姐的食谱，谢谢大家陪伴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请帮忙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谢谢大家。